大家好，我是瓜皮儿，本期带来神奇女侠。在超编大战之前，布鲁斯破解了卢瑟的秘密文件，里面有一张关于戴安娜曾经的照片，而这张照片呢，也被布鲁斯花重金找到。戴安娜的故事也在这张照片下展开了。在世界刚刚成型的时候，宙斯带领众神统治了地球，他依照自己的样子制造了人类，人们生活在没有战争的环境，幸福安康。但他的儿子阿瑞斯却痛恨着人类。阿瑞斯腐蚀了人们的善心，让他们开始互相残杀。于是宙斯又创造了亚马逊人。亚马逊人的到来为世界带来了短暂的和平，很快他们就被好战的阿瑞斯奴役了起来。亚马逊的女王带领族人们掀起了一场革命。宙斯虽然派出了众神去协助亚马逊，但他们都不是阿瑞斯的对手。众神团灭，宙斯只好利用自己的力量击退了阿瑞斯，但是他清楚地知道阿瑞斯绝对不会善罢甘休。宙斯临死之前留给亚马逊人一件击败阿瑞斯的武器，还用最后的力量建造了一座小岛保护他们。这座与世隔绝的岛屿就是戴安娜的家乡天堂岛，她从小就在这座只有女人的岛屿上长大。亚马逊人英勇善战，年幼的戴安娜从小就对战斗很感兴趣，她练功发自真心，妈妈却认为她现在为时过早。安提比既是妹妹又是将军，但她想教又不能违背女王的命令，于是戴安娜半夜三更去偷偷找安提比训练。那把留给亚马逊的尸神武器让戴安娜视为了目标。为了有实力拿起这把剑，戴安娜每天都坚持找安提比训练。终于有一天被老妈逮住了。为了防止阿瑞斯卷土重来，让戴安娜变强是保护她的唯一办法。姐妹达成协议后，戴安娜以常人10倍的力度训练。长大后的戴安娜已经成为了一名合格的战士，与安提比的 solo 都不分上下。为了抵御攻击，戴安娜意外地使用了守护银镯，但她根本不知道这是一股什么力量，一时无法接受，独自跑到了海边放松自己。这时一架飞机穿过屏障坠毁在了海里，戴安娜直接跃进海里帮助这位被困的大兵史蒂夫。赶来的敌人也意外地发现了这座与世隔绝的小岛，将史蒂夫带上岸后，戴安娜一脸惊讶，她从来没有见过男人。还没来得及多问，敌人就已经杀了过来。外来者的入侵让亚马逊直接开战，安提比带领所有人杀向了入侵者。伴随着枪响，一个又一个的战士倒在了地上。战斗在安提比的支援下才逐渐占据优势。史蒂夫立马前去支援亚马逊人，女王亲自上阵守护亚马逊。安提比3箭齐发，干掉了3个敌人的同时，戴安娜的背后也架起了一杆枪。为了保护侄女，安提比中枪倒在了地上。安提比的死让史蒂夫成为了罪魁祸首。史蒂夫因为是特务的身份，不方便告诉他们身份，被套上真言套索后，他才说出了真相。他潜入了德军内部调查敌情，却发现他们不仅仅是研究武器，德军的完博士还在制造生化武器。为了阻止一切，史蒂夫偷走了完博士的笔记，顺便摧毁了他们的实验室。逃跑的路上才误打误撞地来到了天堂岛。史蒂夫这么做就是为了阻止一战，挽救更多无辜的人。听到这一切的戴安娜认为肯定是阿瑞斯搞的鬼，但妈妈再一次拒绝了他。晚上，戴安娜找到了史蒂夫，这会儿史蒂夫正光腚泡澡呢，恰好被戴安娜看到了小东西。戴安娜看到史蒂夫的手表，并问他这是什么。史蒂夫告诉戴安娜，这是父亲留给他的遗物，他提醒着自己什么时候该做什么。两个人聊了聊岛外的世界，戴安娜更坚定了阻止阿瑞斯的信念。她拿走了所有装备，包括弑神之剑，整装待发后就来找史蒂夫一起偷溜出去。妈妈赶了过来，但她并没有阻止女儿，她留给了女儿属于最强战士的头冠。流着眼泪，母女就此告别。戴安娜满心希望地踏上了阻止阿瑞斯的征程。史蒂夫对这个满嘴阿瑞斯满嘴宙斯的女人也不好说什么。天亮后，两个人终于来到了伦敦。戴安娜刚刚接触了这个未知的世界，就像是刚出生的孩子，她只想找到阿瑞斯。但史蒂夫只想汇报上级敌军的消息，衣服架子穿什么都跟普通人不一样，什么都没有接触过的戴安娜穿越旋转门都是一种挑战。她把武器暂时放在了史蒂夫秘书手里，就陪着史蒂夫去上交文件。路上被敌军间谍发现，戴安娜几下干倒了间谍。两个人终于见到了史蒂夫的上级莫根爵士，对他们的消息很感兴趣。戴安娜翻译了完博士的笔记，上面写着德军生化武器的配方，她申请去解决这些武器。结果所有人的协商之后认为没有必要了，因为马上就要签署停战协议了。戴安娜对他们很不满意，但也无能为力。史蒂夫告诉她，自己决定违抗军令去前线救人，但自己需要人手。他在酒吧召集了自己的伙伴们，一听说要去前线，所有人都害怕的不敢去。见识了戴安娜的能力后，各位才达成协议。莫根爵士再次赶来，他不像那些屁军官一样看不懂事态的严重，他同意他们的计划，而且资助了他们的行动。
戴安娜在哪个世界都对冰淇淋情有独钟，买了个冰淇淋后，一行人就上路了。另一边，德军的将军鲁登道夫和完博士虽然研制出了生化武器，但自己的国家还是准备投降。鲁登道夫非常不爽，眼看自己就要力挽狂澜了，为了计划不被阻止，他先毒死了自己人。戴安娜几个人赶到了战争前线，这里不管男女老少，全部都因为战斗变得家破人亡，还有很多人被抓起来当了奴婢。戴安娜看着这些无辜的人遭受牵连，她已经无法忍受这一切了。但他们所在的无人区根本就突破不了，他们尝试了1年都没有一点进展。史蒂夫一心打算去阻止生化武器，戴安娜只好戴上头冠，亲自走上战场。敌人的子弹全部都被他挡下，接二连三的扫射被一一弹开。眼看着戴安娜为他们战斗，史蒂夫带上兄弟们就前去支援。1年没有人突破的无人区被他们几个人硬生生的杀了进去，德军节节败退，根本敌不过他们。戴安娜独自杀进了他们的根据地，一个人暴打了所有德军，只为救出了被囚禁的老百姓，徒手拆了他们的坦克，与史蒂夫携手杀向了最后一波敌人。面对最后一个狙击手，他们无力应对，最终史蒂夫亲手送戴安娜上了塔楼，端掉了最后一个狙击手。被救出来的百姓为这些英雄拍下了纪念照，这张照片也成为了戴安娜余生的回忆。爵士也在另一头协助他们找到被困的百姓。突然，戴安娜想通了一切，她认为鲁登道夫一定就是引发战争的阿瑞斯。夜晚，两个人在雪中翩翩起舞，就像一对恋人一样。孤男寡女共处一室，难免产生爱情的火花。戴安娜把一切交给了史蒂夫，这个她第一次见到的男人。第二天，所有人上路去德军统帅部找鲁登道夫。大家经过几场战斗，也都相信了戴安娜所说的话。史蒂夫决定潜入内部，发挥自己间谍的特长。戴安娜也悄悄溜了进去。正和完博士套消息的时候，史蒂夫发现了戴安娜。戴安娜身穿礼服，剑插在腰间，准备解决掉鲁登道夫。听着鲁登道夫自以为是的大道理，他更坚信眼前这个人就是阿瑞斯。正要下手时，被史蒂夫拦了下来。史蒂夫不相信阿瑞斯就是鲁登道夫。同时，德军为了欢呼释放了毒气弹，戴安娜立马赶到了村庄，但是毒气弹还是杀死了刚刚重获自由的百姓们。此时的戴安娜已经彻底绝望了，她认为是史蒂夫阻止了她，才酿成了这一切。但现在他们还要去阻止事情继续恶化。在德军的机场中，戴安娜发现了鲁登道夫，她二话不说就杀进了敌人的大本营。鲁登道夫吸进了气体来增强体能，但他依旧不是戴安娜的对手。戴安娜从天而降，终结了他的生命，但战争并没有因此停止，什么事情都没有发生。这时戴安娜才意识到自己还是做错了，阿瑞斯并不是鲁登道夫。史蒂夫尽力去安慰失控的戴安娜，他告诉戴安娜，这就是人类的本性，战争永远阻止不了，但是你可以拯救更多的人，减少牺牲何尝不是拯救世界的一种途径呢？史蒂夫只好靠他们自己去阻止一切。这时莫根爵士出现在了戴安娜面前，他才是真正的阿瑞斯，从头到尾都是他从中作怪，引发战争。所谓的弑神武器被阿瑞斯轻松地变成了粉末，真正的弑神武器其实就是戴安娜本人。阿瑞斯给戴安娜展示了没有人类的世界，尽管很美好，但是戴安娜还是决定为了人类而战。阿瑞斯轻松的就可以抵御住戴安娜的进攻。看着戴安娜在奋战，史蒂夫决定尽最大的能力解决毒气弹。为了不伤及无辜，他决定亲自驾驶飞机摧毁一切。随着两人的战斗，戴安娜被炸到耳鸣，暂时失去了听力。史蒂夫赶来对他说了很多话，留下了手表，但是他却一个字没听见。史蒂夫独自踏上了飞机，而阿瑞斯此时终于是现出了战神的姿态。戴安娜对抗真正的阿瑞斯几乎没有还手之力，没几下就被阿瑞斯困在了原地。看着越飞越高的飞机，史蒂夫露出了无奈又欣慰的笑容。他引爆了毒气飞机，瞬间点亮了地面。戴安娜的绝望也改变不了现实，她彻底爆发，杀向了阿瑞斯。戴安娜释放了自己作为宙斯后代的力量。阿瑞斯想让戴安娜杀死制造毒气的完博士。这时戴安娜回想起了史蒂夫最后说的话，他告诉戴安娜，我来拯救今天，你去拯救世界。最后的告白成为了告别，这让戴安娜知道人类是值得被拯救的，就算是为了史蒂夫，他也要阻止阿瑞斯。阿瑞斯10万伏特劈向了戴安娜，但是丝毫不影响，因为他是宙斯的孩子。阿瑞斯被劈成了灰烬，这一刻世界仿佛和平了。戴安娜拯救了世界，而史蒂夫也拯救了今天。这就是这张照片背后的故事。戴安娜看着史蒂夫留给自己的手表，感谢了布鲁斯带给她的这份礼物。但战争远没有结束。本期的节目到此就结束了，欢迎关注订阅瓜皮的栏目，下一期正义联盟不见不散。